今年5月16号，普京开启了他的第23次访华之旅。此次来华，距离普京第5任总统上任不过10天，足以见得普京对中国之信任，中俄两国关系之亲密。在全世界大多数国家或主动或被动加入对俄制裁行列背景下，中国无疑成了俄罗斯为数不多可以信赖倚重的友邦。与此同时，俄罗斯与乌克兰和北约的叫板仍在继续，俄乌战争不知何时能结束。普京政府对待北约和中国的态度可谓是截然相反。那么，俄罗斯为何如此忌惮北约东扩，却从不担心中国侵略？以现在来看，俄乌战争爆发的原因，俄罗斯就是被逼迫的。2020年3月27号，随着马其顿成为北约一员，横亘在俄罗斯面前的只剩下乌克兰最后一个国家。北约扩张浪潮终究是吹到了俄罗斯家门口。2021年10月，马其顿入约短短1年多时间，北约再度有了动作。这次的目标自然是乌克兰。莫斯科方面获悉情况，立刻表明严正态度，坚决不再向美西方妥协。俄外交部发言人表态，将对北约的行动作出回应。次日，外长拉夫罗夫进行了报复誓言，宣布从11月1号起暂停俄罗斯驻北约代表团的工作，包括首席军事代表的职权。同时，北约驻莫斯科的信息办公室被要求关闭，所有工作人员的工作资格同日被撤销。北约方面也毫不退让，以未申报身份的俄罗斯情报人员为借口，将8名俄罗斯常驻北约代表驱逐。俄罗斯媒体表示，俄罗斯决定与北约真正断绝关系，两者之间的关系已经耗尽。美国方面也宣称，双方的动作或将引发一场新的冷战，俄罗斯与北约正进入尖锐的公开对抗阶段。独立报更是直言，俄罗斯与北约正在进行龙人对话，俄罗斯的所有提议都得不到反响，任何要求都被压制，无论何种谈判形式，西方的反应都是一样的。从北约方面流出的消息来看，俄罗斯的抗议不无道理。北约发言人表示，我们在关注俄罗斯的决定，会进一步加强遏制与防御，回应俄罗斯的激进行为。美国方面的动作更加激进，防长奥斯汀开启对乌克兰、格鲁吉亚等敏感国家的访问，其行动旨在重申美国致力于希望乌克兰、格鲁吉亚加入北约。如欧洲媒体所言，奥斯汀希望向黑海地区的盟友传递信号，美国一直愿意向他们敞开怀抱。10月19号，奥斯汀抵达基辅，并与泽连斯基实现会晤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奥斯汀抵达前，美国还向乌克兰输送了一批价值不菲的军火，其意味不言而喻。对此，克宫立刻隔空向美国发出警告，谈到美国主导的北约可能对俄罗斯造成的威胁时，俄政府毫不避讳地指出，乌克兰加入北约将是最坏的结果，将突破俄罗斯国家利益的红线，可能迫使俄罗斯采取积极措施以确保国家安全。随后，俄黑海舰队出动，新一轮军演拉开帷幕，威胁意味再明显不过。如俄罗斯媒体所言，美国政府推动的北约东扩浪潮可能催生出一场新的古巴导弹危机，战争的幽灵已经笼罩世界。俄罗斯与北约的紧张态势一直持续到2022年初。这年1月12号，莫斯科与北约理事会艰难实现对话，持续4个小时的会谈中，双方围绕欧洲安全、乌克兰问题展开磋商和博弈。可惜从结果来看，双方都没有让步的态势。北约拒绝在东扩进程上妥协，摆明了要将乌克兰拉入阵营，并强调乌克兰正面临俄罗斯的军事威胁，北约将继续支持乌克兰成为北约成员，甚至帮助乌克兰自卫。最终，这场谈判不欢而散。于是1个月后，不愿陷入北约包围圈的俄罗斯只能主动打响战争，持续至今的俄乌冲突就此拉开序幕。针对北约东扩问题，俄罗斯笃定西方不会做出任何让步，所以哪怕为此发动一场战争，站到整个北约的对立面也在所不惜。俄乌战争的打响并不出人意料，北约步步紧逼，未陷入包围，慢性死亡，俄罗斯只有拼死突围一条路可走。后续北约诸国巨量军援不要命地送往乌克兰，同时施压联合国对俄罗斯发起重重制裁，双方彻底撕破脸皮。而在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加入对俄制裁的背景下，中国是为数不多俄罗斯信任并倚重的友邦。对待中国，俄罗斯一如既往的友善和亲密。实际上，这些年中国加速崛起的过程中，俄罗斯一直维持着与中国的友好关系，视中国为友邻。这一点从俄罗斯一项调查数据便能窥探一二。2000年以来，俄罗斯针对中俄关系面向全社会进行过多轮跟踪调查。2001年新世纪初期，受访者中 42% 的人认为中国是俄罗斯的朋友，仅有 2% 的人觉得中国是敌人。2014年前后，俄罗斯社会对华认知再度迈上新的台阶。当年10月的调查数据显示，俄罗斯人对中国的竞争或敌对情绪从世纪初期的 29% 降低到了 9%， 亲华倾向从 47% 提升到了 79%。
显然，这一时期俄乌矛盾的发生，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恶化，是促使俄罗斯民众改变对华态度的有效冲击。而且，从2014年起，中国在俄罗斯的友好国家排名中一直占据着第一位，甚至比俄罗斯传统盟友白俄罗斯还要高。总体而言，俄罗斯民众对中国的积极评价近年来已维持到 70% 左右，同期对美西方的积极评价仅有 30% 至 40%。尽管美西方一直在国际社会鼓吹中国威胁论，并在某种程度上干预了俄罗斯民众对中国的态度，但俄罗斯社会对两国关系乃至中国的角色定位依然偏向于友好。相较于美西方，俄罗斯人对中俄两国不会爆发矛盾、战争似乎有着很强的信心。哪怕在21世纪初期，俄罗斯在大力推向东方转向政策时，触碰到了俄罗斯社会非常敏感的外族人到俄定居问题，俄民众的态度也是友善的。抛开俄罗斯社会不谈，政府层面的中俄友好更不必多说。普京23次访华就是对华友好的最好证明。这种情况就不禁让人推测，面对北约的扩张，俄罗斯始终一副如临大敌的态度，生怕自己的邻国都被拉入北约阵营。但面对加速崛起、实力更强的中国，俄罗斯为何却始终不担心？这一问题细细探究起来，就会发现，其实并不是俄罗斯乐意对华友好、无条件信任中国，而是俄罗斯没得选。中俄关系的好坏一定程度上势必取决于俄罗斯与西方世界的关系。传统习惯上，俄罗斯也倾向于将西方作为对外交往的重点，甚至曾想主动融入西方世界。毕竟美西方占据着世界主导地位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俄罗斯的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。从地缘和历史文化来看，俄罗斯与西方同样有着很深的情结。当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良好时，意味着俄能够轻易从西方获得各类资源，发展与中国关系的紧迫性就会大大降低。相反，若西方道路走不通，俄罗斯就只能转向东方，转向中国。20世纪90年代，当俄罗斯发生剧烈变动时，中俄关系迅速火热，背后的原因是莫斯科方面试图与中国结成长期战略伙伴关系，以对抗苏联解体后美国日渐增长的全球影响力。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后，俄罗斯能源出口市场主要面向欧洲，现代化进程也有赖于学习西方，同期与中国经济合作明显就少了许多。近几年，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则彻底让俄罗斯与西方撕破脸，一项又一项的制裁彻底关闭了俄罗斯面向西方的大门。莫斯科方面眼看加入西方无望，只能彻底转向中国。目前俄罗斯将中国视作第一友邻，与华交往火热，就是被西方逼上绝路的直接结果。再者，同样面对美西方的打压，中国也需要俄罗斯这个盟友，并已经用实际行动向俄罗斯表明，中国是可以无条件信任的友邻和帮手。在中俄的现实互动中，特别是中国政府颁布的一项项对俄政策，可以清晰判断出中国对俄罗斯的态度。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爆发，西方发起对俄全方位制裁，并呼吁全世界各国加入制裁行列，俨然把俄罗斯往绝路上逼。而就在西方纷纷下场制裁俄罗斯的背景下，中俄迅速签署了总价值4000亿美元的天然气大单。同年10月，中俄央行又签订了1500亿两国货币的互换协定。之后，中国屡屡通过国有金融机构、跨国集团等渠道支援俄罗斯大量资金。于是在2014年的民意调查中，俄罗斯社会对中国社会认知有了极大改善。55%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将在战争爆发时站队俄罗斯，而认为中国将帮助西方的仅有 2%。2022年，俄乌冲突发生后，中国同样不吝援助。联合国大会上一次次以反对弃权的方式阻拦美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。国际舞台屡屡呼吁欧美世界停止挑动战争，与俄罗斯和平对话，通过卢布、人民币互相结算，两国能源贸易往来、合作开发库页岛等方式，表明中国支持俄罗斯的态度。在俄罗斯与西方博弈的过程中，中国一次次用实际行动向俄表明友好态度，这般立场怎能不赢得莫斯科方面的信任？对待北约东扩和中国崛起，俄罗斯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俄罗斯充分信任中国，多少有些无奈的意味。但更多的，中国的实际行动让俄罗斯放心将后背交给中国。更重要的是，俄罗斯很清楚，北约来势汹汹，东扩的终极目标是彻底打垮俄罗斯这个威胁。但中国的崛起本质是为了自身乃至全人类的共同发展进步。不同的初心和目标，自然让俄罗斯有了不一样的态度。